这是一种心理感受，对，没错，心理感受每个人是不一样的，那就看谁的级别高，谁来定义或者重新定义它，就可以随时改变。所以这个就是你看到，就是德国社会的这个，就是这个微观上的这个结构，就是他们这个注重社群，注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然后它就构成了一种，就是其实你有说到你刚才最早的时候有观察到那个不同，就是好像德国人是更喜欢去先观察别人怎么做，然后他很在意他怎么做别人会怎么评价，所以他会学着他就是他的长辈或者是他身边的朋友怎么做能获得比较好的评价，然后他再去这么行为。但是我们中国人的那个直觉，我们可能已经超出我们的感觉，可能已经超出三维了。但这个是被别人告诉的，对，这不一定是我们亲身体验的，没错没错。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我们的知识储备和我们的现实感知是有差距的，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的自我认知到，这是我的长辈、老师、同学或者谁谁谁或者新闻媒体给我的一个思想里面的。对 PUA 储备或者防 PUA 储备，我说这是真是这个意思，因为有的时候中国人活得太抽象了，就是说我们有点重忽道轻忽术，就是说我太在乎这个我的这个就是我的这个社会，然后我的身边人会怎么，我要变成一个没有我，上善若水，我是那个水，那你在哪儿？你没想到也许你只是水里的一条鱼吗？就是欧洲人的想法是，我是水里的一条鱼。我现在活成鱼的样子，现在游得很舒服。对，你那个观察非常准确，我觉得你一开始说那个非常准确。我上2个星期刚刚回国，然后又回来，我就明显的感觉到两边的文化状态不一样。我在中国过海关，我就没看到有一个人是笑的。我到这里来就没有看到哪一个警察是板着个脸的，对吧？就是他本身是在一个自在的工作状态。然后我在国内过海关。看到的这个海关的警员们，就是他好像被他的职业手册上面被要求的端正坐好，不许左右看，紧盯你的前面的要检查的人，并查1、2、3、4、5，这个过程中表情严肃等等，就是把他已经规范到一个他不是个人的状态。但明显活生生的一个人嘛，对吧？那人一旦进入这种训练，那就有点像斯巴达训练，就是当时的那种状态，要斯巴达就要成为某一个目的功能或者是一个工具。怎么说呢？时刻好像有一个使命感，我觉得使命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它可能里面有个度，当你越过了那个度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就感觉有点不自然。对吧？但我最近越来越倾向于不去做中德或者就是中国跟西方或者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对比，因为我接触到的所有的人，他们其实的自我意识也都是很强的，就是他们认定了他就要在那里生活，所以在我的感觉里面，中国社会是一个由中国的14亿人口共同决定，并认同并愿意接受的一种社会状态。是的。就像人家说存在必有其合理性嘛，不一定是合理的，但是它是经过很多年以后双方选择的结果。对，就是中国2、3千年这样的，从秦始皇开始，那时候建立的这种社会的制度，老百姓在这个制度里面，然后这中间有很多的冲突，对吧？也有起义，有矛盾，有外族入侵，有大国变小国，然后又有统一，就通过反反复复各种各样的冲突、战争等等这种东西，最终大家选择，就彼此选择，我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是因为我要的东西这样一个环境能够给到我。但如果你真的换一个呢？疫情期间我在国内那时候待的时候，我深刻体会了什么词呢？就是叶公好龙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前我们只是在书上看他讲了个比喻，叶公很喜欢龙，到处都是龙，真龙来了他吓坏了，屁滚尿流。比如说中国的家长，包括我自己带孩子到这儿来，就是孩子的这种自由的教育，对吧？让他性格发展的教育，然后真的当你在那个环境，其实你内心是有点慌的，你会突然不知道这孩子要怎么的，我这行吗？我靠，我是不是对孩子不负责任？对，他跟我讲，就是你还好，你的孩子出生在这儿，
我们的孩子是在国内接受过小学、中学，经受过那种教育的，对吧？然后到这儿以后，就是某种程度上对父母对我的内心还比较坚强，我就说那行，我就我既然就来了，我就一咬牙一闭眼，我不管，我就坚决不管，对吧？但是也还得管，对吧？有些事情我还得弄。当然，也有德国人说，德国的教育也不太行，最好是两者结合最好。当然，一定是。但他这个太有点放任了，对吧？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很多人选择了那一种生活，因为那个生活给了你一个你不知道，但是你在内心深处，因为它就像空气一样，所以你感受不到，所以你不会想。但当然你失去它的时候，你突然会没着没落。就是你刚才说的，比如说安全感，其实很多中国人在中国社会他有个，你哪怕就像你在国外待了很长时间，你回到国内，就那天我们聊的，就是你做企业。你最后做败了，做失败了，你不会特别慌，因为你有个地方可去，你知道这个社会最终会接纳你。就好像一个德国的一帮人在这儿干了个公司，最后干黄了，干弄了，他也不会觉得，他因为整个德国社会会给兜住他，会容纳。但是你一个中国人在这儿干个公司，或一个德国人跑到中国去干一个公司，干慌了，你突然会觉得，哎呀，我在这个社会继续怎么生，就是那个社会给到你的那种东西。实际上你平时你没有那么强烈，因为它就像空气一样，你自然的。是。但是一旦抽掉了，你就突然觉得窒息啊，有那感觉。是，你这个描述非常准确。其实你过去5年是这样经历过的。2年半。2年半吧。你老以为我来了好久好久，你说就是我来5年，结果就啊，对，我是19年。对啊，你很早就开始了，对吧？然后因为疫情，你延迟了2个月才来。你刚刚讲那个，我在想，甚至有可能都不是你的内心有挣扎，我都怀疑你可以问问你们家孩子，我觉得他们长到那个年纪，他们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对吧？那种感觉，我们都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的嘛。哎，我现在甚至感觉，像我们家孩子，在这儿生的，因为是父母都是中国人。那他们多多少少还是会受的，对吧？你说不可能，哎，有些东西遗传下绝对有讲，一个是基因，另外一个就是这种文化的这种延续性啊，它就真的就是潜移默化的你都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你传导给他。比如说我们家孩子挺逗的，我发现他们其实现在挺喜欢中国的，就尤其是疫情开放后，他们回去，哎呀，觉得中国太好玩了。对吧？但是我们后来给他们稍微展示一下，比如说中国孩子的这个学校的他们就确实也给惊得够呛啊。但是他们反过来，他们比如说在德国，他们也不是完全100%觉得就他们全都讲的都对，他们也会有一些想法，说哎，我们觉得他们这个有问题，哎，有问题。对，德国社会问题很多，对吧？有问题，无论是政治经济、组织形式，还有它的企业发展，比如说饮食这个东西吧。那最小的时候，他们有可能没有真正见识过中国的饮食的时候的，他们觉得德国吃就挺好吃，那时候还挺排斥。我有没有搞点中餐给他们挺费劲，你知道？哎，现在等到他们真的接触过真正的中国的饮食以后，他们觉得，我现在就问他，我说那你自己觉得，对吧？他们觉得这个就不好说了，对吧？对，哎，就至少是已经开始，你能感觉到，是，不是单面的那种。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人不喜欢吃中国菜的，只不过他是不是把他这个吃到的中国饮食什么菜系或者是东西凌驾于他的日常之上啊？对。第二个是他日常要多少成本，对，才能够不断的去持续它。对，你像这里柏林3000多家中餐馆，是，那要吃遍3000多家中餐馆，还是要一些时间、精力、成本。而且你像中餐馆的事儿，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我回忆，我是早些年我到德国来的时候，吃了各种中餐馆，然后德国人经常会问我，哎，你给我推荐个中餐馆。然后我觉得其实我都挺别扭，就是我感觉我不想推荐，因为很少有一家说是中餐馆说你觉得，就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咱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觉得这是个中餐馆那个东西，我只能跟他们讲，我说哎呀，这个特别费劲，这儿都改了。哎，但我发现这些年啊，有可能是疫情之后，就越来越多，就是后面这个世代开的这些餐馆，反而他们开始做出来越来越更接近于正宗的。主要食材有了。哎，我91年来的时候，对，这里还没有酱油。哎，我是背着北京的那个固体酱油来，拿回来自己用水化的啊。那你说那怎么做中餐？是，那就是酱油鸭、酱油鸡，用酱油化了以后腌出来，各种酱油，切一切一蒸。那时候蒸也没有蒸锅，德国本身就没有蒸东西的这个思维。吃酱油鸡、酱油鸭、酱油肉，因为它方便，对吧？做一次。你是哪人？我是安徽安庆人，我在湖北宜昌长大。湖北宜昌。对，我是等于是吃着湖北菜长大。五粮液。
对。